网易娱乐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Rise 张延奇，欢迎收看娱乐新鲜派，解锁我和你的无限可能。这是一档非常真实的真人秀节目，是我录制过的所有真人秀里面最真人秀的真人秀。别的节目你去录制，首先每一天会告诉你今天要干什么吗？但是咱们这个节目从来不会告诉你今天要干什么，就会告诉你今天要交200块钱的旅行费，然后你就可以出门了。就你想在这个节目里面干什么都可以，就特别真实，真真正正的去体验，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是怎么生活的，真的就是参与进去了。生活不易，其实还好，倒是第一天在车里住了一晚上，就当时挺震撼的。我感觉我刚刚睡着就被那个停车场的大爷敲玻璃敲醒了，让我交那个停车费，唉，就很崩溃。看完节目有没有更会精打细算一点？倒是学会了很多就是生活的小技巧，都不是生活了，是生存的小技巧，就是怎么在口袋里没有1分钱的情况下，跟别人沟通能够要到一碗饭吃。谁知道这是城市版荒野求生啊？大家闲下来的时候会一起聊天嘛，真人秀啊，还是说一些娱乐啊、电影啊或者音乐方面都有聊了很多内容，也算是向几位哥哥们都有学习吧。可能第一部还是纪录片吧，纪录片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吧，就是不太带有我自己的主观色彩。可能我觉得某个事情很有趣，我就去记录这件事情了。灵感来源肯定第一还是自己的生活嘛，自己生活中的一些情绪的变化。第二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些影视作品啊，在别人的作品里面，可能你能看到关于别人的故事，能找到就是对别人感情的那种捕捉，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灵感。最近一次突然特别有灵感是什么时候？前几天我好像突然想写歌，结果忘记了。录到一半特别累的某一个晚上，我突然就特别想写一首，就是要告诉自己不要太拼，然后偶尔让自己放松的歌曲。结果写到一半就忘了，又开始工作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很重要的灵感闪过的话，我一定会把它完成的。但如果这种的话，其实算随笔练习吧，也不一定要把它录出来，把它做出来，可能就是写画画，当做一个灵感的抒发。那平时你会怎么记录它？手机备忘录吧，但是也会在本子上写画画的。我觉得是吧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完全算是共情能力吧，可能就是比较敏感吧，比较脆弱。因为可能我从小就是一个又怕疼又怕苦又怕难过又怕孤独的人，所以每当有这些小的情绪波动的时候，我都能够感受到，然后再通过就是艺术的手法把它们夸张的表现出来。所以我其实觉得像所谓的痛苦啊或者悲伤，对于创作者来说，就既是好的也是不好的。好的一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灵感，不好的一面是真的挺难过的。对，我还是希望我做一个写不出什么歌快快乐乐的小孩。倒也不会吧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到现在为止，我觉得网络上的大部分信息对于我而言都是随机生成的，就有点像游戏里的 NPC 一样，就它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。就像经常提到的说别人的评价之类的，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，没有人会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走到你面前说你那时候东西做得不好，做得不行。所有的言论你发现都是在网上才会出现，所以我渐渐的就得出了一个真理，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，其实都是虚假的。对，挺了不起的，我说实话，因为最开始我觉得男团艺人也好啊，或者是歌手也好，或者是 dancer 也好，我一直觉得专业技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可能他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围绕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努力。但是当我真正的做了艺人，成为了公众人物之后，我发现其实无论是他的自己的心理还是他的品行都很重要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快乐和不快乐的时候嘛。但是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在不停的影响别人的同时，你一定要散发更多的快乐去给到别人。其实我觉得这对每一个艺人也好，所谓的偶像也好，也是挺辛苦的事情，因为可能你要一方面照顾好自己的情绪，一方面也要去倡导正能量的事情，让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情绪。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，是不是？我没事儿，我还不算偶像，还好，那你把自己定为什么？一个平平淡淡的打工人吧。为什么会想在微博发文给奥特曼庆生？
因为奥特曼真的很好看。因为奥特曼最重要的告诉我们的道理，其实是不是只有奥特曼才是奥特曼？前2天录节目的时候，一个乐队主唱哥哥的孩子就老问我是不是奥特曼，他就老问我，然后我骗他，我说我是奥特曼，他就一定要我给他变身。然后我就告诉他，其实奥特曼不一定能变身，不一定是变成巨人的那个才是奥特曼。其实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都能成为奥特曼。然后我说你长大就知道了，你长大之后就发现你可能自己也是奥特曼。他能给我们很多启发，尤其是给像我这样的中2的男孩子吧，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承担一些所谓的社会责任也好，能够在别人需要自己的时候站出来也好，我觉得这样的能量是挺好的。所以除了比较奥特曼，你还喜欢哪个奥特曼？小时候其实看的最多的是泰鲁奥特曼和赛本奥特曼。然后因为擅长谐音梗嘛，然后被粉丝称为湖中王建国，对此你有什么心情？建国老师非常不错，因为我很早之前就经常看建国老师的演出和看他写的一些本子，就觉得建国老师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。我能感觉到建国老师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内心很细腻的人。我能称为湖中王建国的话，那是我的荣幸。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向老师学习一下。花果山 TV 什么时候再更新？再更新的话，想拍什么内容？其实这段时间的话，就是我还是希望以音乐为主吧，就还是多做一些平时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想到的歌曲。因为最近老跟队友也好，或者是朋友们也好，就聊着聊着就说，哎，我们录一个什么东西，唱2句，玩一下，学习一下。上次和小翟翻唱的鹿晗老师和黄子韬老师的那首《敏感》，那是很早之前就录了，然后才做了一个字幕版发了出来。所以这段时间可能更多的还是音乐上的分享。然后，那你最近拳击练得怎么样了？增重计划完成多少？最近因为这个节目录制小小的感冒了，节目录制又是到处跑嘛，所以没有办法去学习，没有办法上课。而增重计划，其实我觉得在节目里我吃的真的还挺多的，就各地的美食我都尝了个遍。所以对，确实这个也不是我的锅呀，就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很多次了，让贺哥、超哥他们都非常生气，我真的吃不胖，没办法，这不是我的错。那你，然后我想问你，为什么执着于后刘海顺毛造型？有没有考虑换别的造型？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复古的摇滚的造型嘛。前一段时间比较喜欢这样的带复古摇滚元素的一些东西，但现在我已经很明显已经不做那样的发型了。然后，那你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？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幸福？分2个阶段吧，一个是未成年阶段和成年阶段。未成年阶段，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幸福的，就是无论你跟朋友一起玩，还是被老师批评，还是写作业，哪怕是不开心的事情，它也是幸福的，因为那些所有的事情把你包裹得很好，给了你一个很安全、很温暖的空间。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，所有的工作压力也好，或者是周围人对你的态度也好，从客观上来讲，大部分事情都是不幸福的。但是我觉得成年人，之前我也说过，成年人一定要有的一个技能，就是抓住生活中微小的幸福。就有可能我点了一杯热水，然后发现里面加了一点蜂蜜，很好喝，这就是幸福，可以幸福1天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，一定要学会自己去找到自己生活里的幸福。感觉你也挺爱思考的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我这个人话比较多嘛，就每次把想到的东西说完了之后，肯定还得回去再继续想一想。我经常自言自语，我甚至自己都会说我自己太闹了。前2天吧，自己在房间里跟自己唠了好久，做事情的时候就一直嘴巴在念，然后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想我嘴都干了，怎么说了那么多话？工作非常多、任务非常重的时候，要如何才能自我调节消极情绪呢？工作多任务重，我感觉这不是大家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情吗？其实我之前在学生会的时候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就每天都无数个工作同时丢到手上来不及解决，感觉一天肯定没有时间能完成这么多任务。但后来我发现，其实你先不要去管那些任务，先给他们简单的排个序，然后一件一件的去做就行了。就你要知道，永远有人做的工作比你还要多，但是永远有人能做完这些工作，就你把它们排序挨个做好，其实很简单。最近有好多考试和面试，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如何缓解？真正无论是考试还是面试，让自己没有压力的一个做法就是准备好。其实你真的准备的特别好的时候，你发现上台所有的东西都在按照自己的准备去走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真的没有什么压力了。就我习惯做事情，就是会把所有的东西提前想好，提前准备好。毕业季了嘛，然后是选择稳定但不赚钱的职业，还是选择很辛苦不太稳定但是很赚钱的职业？什么我都分不清，稳定但
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吧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。我觉得2种不同状态的工作模式都挺不错的，我都挺想尝试的，就没有必要说哪一个就是对的，因为这个是没有正确的，只有合适自己的，没有正确的。我觉得生活中大部分人肯定工资是特别重要的吧，尤其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讲，因为我特别理解嘛，就急于向自己的家长证明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可以养活我自己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考虑清楚吧，因为像工作赚钱生活这件事情不是证明给家长看的，就急于向家长证明的，只能说还是孩子还没有长大。真正的成年人要知道，面对的生活是非常漫长的。那如果用5个词形容小猴子们，你会怎么说？5个词啊，第一个我觉得得是热情吧，这个是非常直观的，确实大家特别热情。第2个的话是，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一直有个标签，就是学习好。虽然我不知道，但我总感觉他们学习就是比我好，就感觉大家成绩都特别好。对，每次大家要么就是私信留言啊，就是我要考研究生了，小七，然后我一看你考研究生问我，感觉就是我帮不上忙的那种程度。然后学习好一直都是我觉得是他们那个标签。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比较理性吧，就我觉得他们也不会特别疯狂。虽然少数时候有，但我都会及时批评。对，但他们其实大部分时间是真的非常理性，非常互相尊重的。第4个的话是不知道为什么想到戴眼镜，因为我感觉好像好多人都戴眼镜，还是要保护好眼睛。在我记忆中想一想，平时见到的小猴子好像好多都1半左右都会戴眼镜吧。最后一个吧，就是还需要努力。就其实跟我自己一样嘛，就大家还需要努力，无论是作为一个粉丝也好，还是做一个学生，做一个上班的人也好，其实大家还是需要继续努力。